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2日发布声明称，2月25日，美俄双方将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第2轮会谈。此次会谈，双方将继续讨论俄乌停火、恢复美俄关系以及军备控制和中东局势等内容。里亚布科夫透露称，此次会谈，俄罗斯将优先考虑要求美国归还6处因情报目的而被扣押的财产。特朗普则向泽连斯基喊话，建议其与普京会面，但乌方是否参加此次会谈，目前尚未可知。美俄会谈虽然已经开始，且已经进入第2轮，但在前线战场，俄乌双方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俄乌开通马里乌波尔新运输通道，加大补给，维持进攻；乌方则利用技术优势进入疯狂打击模式。残酷的消耗战让双方损失了大量人员和装备。在前线战场，俄军已将重心放到了库尔斯克战场，似乎是想在和谈前夺回全部的库尔斯克无控区。为此，塔斯社报道称，俄军正在切断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主要补给线，而进攻的主要目标便是苏梅州东北部的巴斯伊夫卡村，因为这里是离 H07 公路和本土最近的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州定居点。如果该村沦陷，将对库尔斯克乌军的补给造成巨大麻烦。不过，也有尚未证实的消息说，由于 H07 公路被俄军铺满了地雷，乌军其实并没有使用这条道路，而是通过边境村庄向前线输送补给，如茹拉夫卡村、诺涅克村等。2月22日，俄军继续沿国际边境进攻，进入苏梅州东北部，但未有丝毫进展。截至目前，据俄军第1副总参谋长谢尔盖·鲁德斯科伊上将宣称，俄军已经在库尔斯克州夺回了超过800平方公里的无控区，但仍有超过400平方公里的领土被乌军牢牢掌控。库皮扬斯克方向2月22日，乌军向德沃里奇纳进行了一次排挤的机械化反击，而俄军则对边境的托波利发起攻势，但双方均未成功，战线暂无变化。此外，在南部莱曼方向，一名乌军无人机连的指挥官表示，俄军近期加大了光纤无人机的使用频率，并配合着5到7人地面小队对我方阵地发起攻势。顿涅茨克州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特种部队成功发起一次突袭，拿下一处俄军阵地，再次升起了乌军旗帜。乌军在用行动证明乌克兰绝不投降。据 Deep State 报告总结称，近11个月内，俄军在比洛霍里夫卡、恰西夫亚尔和托列茨克共伤亡2万多名士兵，其中在比洛霍里夫卡村，俄军损伤3013名士兵，包括1543人死亡、1455人受伤，俘虏15人；在恰西夫亚尔，俄军损伤4880人，包括1967人死亡、2897人受伤，俘虏16人；在托列茨克，俄军损伤12498人，其中包括4003人死亡、8451人受伤，44人被俘。红军村方向2月22日，乌军第3特种团联合空军等部队针对科特林工业区内的俄军进行了一场清剿行动，击毁俄军2辆坦克、数十名俄军，另有3辆俄军装甲车触雷爆炸，遏制了俄军在红军村西部的侧翼行动。在红军村南部，乌军将俄军赶出了达琴斯克村和利西夫卡村。值得注意的是，据一名乌军旅发言人称，在战斗中，俄军使用了化学武器公约中所禁止的弹药。乌拉克利方向，乌军第327海军陆战旅虽然数次击退了俄军的机械化攻势，但俄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控制了乌拉克利以及沃夫恰河和苏西亚利河沿岸的一系列阵地。如今该方向战事已愈发激烈。之前火力军说过，美国在谈判中的示弱姿态给了俄罗斯很大信心，俄军不断加强攻势，但以目前战场的情况看，俄军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乌军防线依旧坚固，并未出现溃退的迹象。据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消息称，过去24小时，俄军损伤1140人，被摧毁15辆坦克和66门火炮。在乌南战场，俄罗斯刚刚开通了从罗斯托夫到马里乌波尔之间的全线铁路，甚至未来俄罗斯还计划开通通往克里米亚的铁路。可见俄罗斯这是一边高呼和谈，一边不断增强军事部署。据悉，这条铁路线的开通，以及去年5月俄罗斯就开通的马里乌波尔港到沃尔诺瓦哈站的铁路，将极大提高运输效率，为前线俄军的军事行动提供更为便捷的后勤支持。同时，这条铁路线的开通也减少了俄军对克什大桥等单一运输通道的依赖，从而增强其在军事运输方面的灵活性和安全性。值得一提的是，除铺设新铁路线外，俄军还在积极恢复受损铁路段的通信。据马里乌波尔军事行政长官彼得·安德烈申科透露，俄罗斯计划在今年3月开通沃尔诺瓦哈至乌格勒达尔罗兹夫卡段的铁路，如此就可以形成一条连接罗斯托夫至顿河畔，再至克里米亚的封闭式铁路线，且途经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地区。这条新铁路线的开通和后续铁路段的恢复，无疑将为俄罗斯的军事运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和安全的通道，同时也将进一步提升俄罗斯在乌克兰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对于乌克兰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巧合的是，俄军这条新铁路刚开通，两端的终点就遭到了乌军打击。
据开源情报报道，2月22日，罗斯托夫的一家工厂突发火灾，并快速向周围蔓延。现场流出的视频画面显示，该厂附近的多栋建筑物都被点燃，不时还传出巨大的声响。俄方随后作出回应，声称起火的只是一家废纸仓库，强调没有多大损失，但并未透露起火原因。外界则普遍猜测这是乌克兰发动的空袭导致。截至目前，该厂的着火面积已接近2000平方米，工厂的屋顶部分已被完全烧毁。与此同时，克里米亚也遭到了乌军的新一轮攻击。当地居民声称，在港口一带听到了无人机和防空系统交火的声音，并疑似看到了火灾痕迹。但截至目前，还有更详细的信息流出。不过，火力军想，乌克兰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会持续打击俄军后勤系统，尤其是刚开通铁路的罗斯托夫和克里米亚站，且会越打越疯。要知道，乌军此前才刚打了美国投资的能源系统克鲁泡特金石油泵站，该泵站是俄罗斯里海管道集团公司石油管道系统的一部分。而俄罗斯里海管道集团公司的大股东有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雪佛龙石油公司，还有卢克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可见泽连斯基就是想通过空袭警告特朗普，不要逼迫乌克兰割地求和，也不要逼迫乌克兰承认任何没有乌克兰参与的谈判。就连俄罗斯梅德韦杰夫都指出，乌克兰对里海管道集团的攻击是对美国企业、石油市场和特朗普本人的3重打击。此外，乌军过去几个月对俄罗斯的前线防空系统的打击非常有成效，这几天频繁出现了 F-16的身影。尽管乌克兰方面并未明言，但外界普遍认为其已参加了数次战斗。接下来，乌克兰空军或许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综合金融时报、美国政治报、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月21日，德国总理候选人梅尔茨发出警告称，欧洲必须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保卫自己，甚至考虑让德国与英法两国进行核武共享。之所以有这样的呼吁，一是因为早些时候外界爆出美国可能会大幅削减在欧洲的驻军，这标志着欧洲在不远的未来将必须独自面临防卫问题；二是因为乌克兰放弃核武后的遭遇，对德国而言，这将是其在2战后迈向拥抱核武的关键一步。另外，2月23日，德国议会选举如期举行。据德国福沙舆论调查所21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梅尔茨所在的联盟党以29%的支持率排名第一，德国选择党和社会民主党分别以21%和15%的支持率排名第2和第3，绿党支持率为13%，排第4。若是梅尔茨当选，德国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并呼吁欧洲形成联合战略，以更团结的姿态支持乌克兰。与此同时，法国也站出来呼吁欧盟各国增强国防力量。其总统马克龙支持将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 的5%，同时呼吁为基辅提供更多的军援，并将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会晤，讨论对地区防务的加强。英国政府则将于2月24日宣布对乌克兰提供另一项军事援助计划，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由此可见，英德法3国正在从不同方向联合欧洲，形成一个更具整体性的战略姿态。在美俄4个半小时的会谈结束后，美国随即开展了新动作，其试射民兵3导弹。据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声明，2月19日，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发射了一枚未装载弹头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AFGSC 强调，这次试射是例行性、周期性活动的一部分。此前已进行过超300次类似的试射，旨在展示美国现有的核武力量，并非针对当前的其他事件。此外，美国的战略部门，例如国防部、能源部和战略司令部等，还将从这些试射行动中全面收集该导弹综合数据，以用于评估该导弹未来的发展规划。其二，终止6家新闻机构合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务院以精简开支为由，已下令终止与6家新闻机构的合约，分别为纽约时报、美联社、路透社、经济学人、彭博社以及普劳特克。这项决定将适用于全球数百个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不过，考虑到相关的工作需求，美国各局和驻外单位可以申请相关的豁免权，但必须详细说明为何要与上述媒体机构进行联系。其三，重建天宁岛机场。据战区报道，美军正在重建天宁岛机场，目前已投入约1.28亿美元。据悉，天宁岛位于关岛以北约190公里处，岛屿北端的大型飞行场拥有4条约2590米长的平行跑道，可供多达500架的 B-29轰炸机进行部署，是2战时期的美军战略要地。此次发动的重建工程旨在将其改造为美军前线战机的投射节点。根据行星实验室提供的卫星影片，除最初的4条跑道和联络的滑行道外，还新增了更多的联络道和机坪。其中，在机场北面规划了新的机坪和储油设施，并连接至附近的补给港口。在机场南面，美军计划将其扩建，以支持在该地区新的部署需求。
位于岛屿中部的天宁国际机场也将同步进行扩建。此外，报道还分析称，如果关岛遭到攻击，正在重建的天宁岛基地将成为安德森空军基地的替代方案。其次，扩编驻日太空军。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去年12月上旬，美军在横田基地成立驻日太空军，为扩大该部队规模，同时在导弹侦测、追踪和太空检测等方面与日本强化情报与技术交流，并扩大相关联演规模。美国太空军太空作战指挥部指挥官米勒曾亲自访问了横田基地，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举行会谈。目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已证实，将在未来2年内正式扩大驻日太空军规模。除强化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外，还将建构民间企业参与网络。此外，继访问日本后，米勒还将访问韩国乌山空军基地，商讨深化美日韩安全合作事宜。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英法德的核武联盟能成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